以军水淹哈马斯地道，让其再无藏身之所。采用分割包围、挨个清理网格化小区域的方式，肃清了加沙每一寸土地，打出了城市巷战的新高度。乌军无人机再袭克里米亚和俄本土，前线战场乌军更换新战术，让俄军遭受巨大损失。下面请看详细报道。12月5日，恢复行动的第5天，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仍在继续，且强度正在不断加大。以色列国防军宣称，他们包围了加沙贾巴利亚的哈马斯安全总司令部，缴获和摧毁了大批武器和人员，并发现了地道、竖井等设施。很显然，经过1周的停战，哈马斯恢复了不少部署和战斗，如今再次同以军作战。值得注意的是，以军除了对哈马斯进行地面打击外，在摧毁哈马斯地道方面，当天还首次公开了引海水灌溉摧毁哈马斯地道的方式。据《华尔街日报》4日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称，为准备水淹哈马斯地道计划，在上个月中旬，以色列国防军便在位于加沙北部的沙提难民营以北约 1.6 公里处组装了抽取海水的水泵系统。报道称，以军在这里至少安装了5台大型水泵，每台水泵每小时能从地中海抽取数千立方米的海水，预计几周内就能淹没加沙地带的地下隧道。但其实，在停火前就已有视频显示，以军在加沙北部进行过水淹地道。在有关流出的视频中，有大量海水灌入哈马斯地道，入水量极大。以军此举旨在摧毁该哈马斯地道。据以色列国防军统计，自加沙地面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以方在加沙地带发现800多个隧道竖井，其中500多个已被摧毁。以色列国防军称，水淹法是最省力且损失最小的方法。目前，以军正在以各种方式摧毁哈马斯地道。与此同时，以军对哈马斯的打击也在继续，且打出了城市巷战的新高度。以分割包围、挨个清理网格化小区域的方式，不仅能肃清每一寸地区，还能将以军的损失拉到最小。12月5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地面行动的死亡士兵人数达到80人。自10月7日以来，有406名士兵死亡，其中有超过300人死于10月7日的袭击，这远比哈马斯损失要小很多。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据以色列高级军事官员4号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以色列国防军部署了高科技测绘软件，来减少非战斗人员的死亡。该系统结合手机信号、空中监视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保持不断更新的地图，能显示加沙全境的人口集中度。其在加沙地图上划分的623单元格均采用颜色编码，绿色表示人口已撤离的区域，而红色表示有人员的区域。虽然不是100%准确，但也表明以色列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如今，数十辆以色列坦克进入加沙地带南部，并在汉尤尼斯附近作战，地面行动的范围已经完全扩大，而以军也将继续实行不打巷战、不进地道，凭借空中火力覆盖、地面装甲推进、摧毁地道等方法，直接以离地模式肃清每一寸加沙土地，不给哈马斯一点机会。今后的哈马斯要么投降或被消灭，要么死在地道中。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继德国之后也宣布冻结了哈马斯资产。据法新社报道，12月5日，法国官方日报对外披露，法国将冻结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财产6个月。披露内容显示，该制裁措施于11月30日发布，12月5日生效。目前，法国经济与财政部没有对冻结财产的数量和规模进行说明。而在此之前，11月3日，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同样对哈马斯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戴夫进行了相同的制裁。接下来是乌俄资讯，乌军无人机再袭克里米亚和俄本土，前线战场乌军更换新战术，让俄军遭受巨大损失。如火力军所料一样，在海马斯巡航导弹产量加大前，乌军远程打击手段还是以无人机为主。在泽连斯基宣布建立对克里米亚的火力控制点后，12月5日凌晨，乌军无人机大规模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俄军军事目标。据悉，仅克什地区就发生10多起爆炸，克什大桥的交通也暂时停止。但俄罗斯防部则宣称，成功阻止了40多架乌军无人机对克里米亚和亚速海的袭击。据其发布的声明显示，俄防空系统在克里米亚领土和亚速海上空摧毁了22架，拦截了13架，
之后又击落了4架，拦截了2架，总共有41架无人机来袭。其意思是已将乌军无人机全部拦截，明显是不想宣传乌军的战果。不过，据克里米亚当地媒体克里米亚之风频道称，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油库地区确实发生了爆炸，也确实存在乌军无人机被俄军铠甲 S1 防空系统击落的情况。但该频道还称，斯塔伊克林木镇和克赤市也发生爆炸，且造成克赤部分地区出现停电状况。甚至其还提到克赤扎利夫造船厂也受到了影响，但尚未经过验证。与此同时，12月5日当天，远在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塔甘罗格同样发生了强烈爆炸，据说也是乌军无人机干的。乌军不断袭击克里米亚和俄本土目标，这种打法让俄罗斯倍感压力。如今的俄罗斯已不存在如去年那般优势，现在的情况是对等袭击，甚至乌军会后来者居上，也让俄罗斯吃一吃被轰炸本土的苦。至于火力军提到的新战术，乌军将其用在了阿夫迪夫卡战区，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俄军的新坟场。在阿夫迪夫卡战区，12月5日，乌军成功击退俄军20多次进攻，仅这里俄军就预估损失了300名士兵和多达10辆坦克、装甲车。在这里，乌军大量使用无人机攻击俄军阵地，配合火炮、装甲车对俄军已形成碾压姿态。其中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阿夫迪夫卡北部。由于接连的失败，俄军的目标暂时降级，不再试图包围阿夫迪夫卡，而是试图在再次袭击化工厂之前改善其战术位置，从多个侧面来攻击乌军的射击点。不过其行动却遭到了乌军第47旅和67旅、第8特种团等部队的阻击，不仅没能改善其战术位置，还被乌军使用大炮、无人机、装甲车、直升机等武器对斯特波维方向的阵地进行打击，而损失惨重。对此，有乌军战士报告说，俄军被打击狠了，已经不再使用任何车辆将人员运送到接触线，因为这些车辆很容易遭受乌军打击而团灭，存活率很低。现在，俄军的运兵车最多只能将士兵运送到克拉斯诺霍里夫卡郊区，然后让其徒步前往阵地。同时，乌军战士还报告说，每次俄军集结新部队，乌军就会利用集束炸弹轰击该地区，迫使俄军走出掩体去救助受伤人员，从而使更多部队暴露在乌军炮火之下。目前，乌军突击营正乘坐 M2A2 步战车进行反击，以重新占领斯特波维以南的森林地带，并在持续不断增加灰色地带。而俄军在损失2辆 T72B3M 坦克、2辆 BTR82A 坦克以及大量步兵伤亡后，已被死死压制在铁路线附近。没想到，俄军在这里自杀式进攻了2个月，除了一开始取得的北端克拉斯诺霍里夫卡以及近期突破的东南部工业区之外，居然什么进展都没有，而付出的代价却举世皆惊。纵观这2个月的变化，俄军所采取的战术无非就是试图利用人力去消耗乌军的子弹、炮弹，直到乌军弹药缺乏，从而夺取这些地区。但在乌军改变战术后，显然已经失败。乌军在布置完陷阱区后，就尽可能的等待俄军集结更多的部队进攻，之后就用集束弹药进行覆盖打击，等待更多俄军出现救助伤员和攻击时，再次用火炮进行杀伤，甚至是无人机都带上了热成像仪，挨个轰炸俄军战壕装备。至于阿夫迪夫卡南部，乌军除了继续攻击工业区的俄军外，还在奥皮特内和皮斯基内部组织了一次反攻。这是乌军这2个月在俄重兵压制下的首次规模性反攻，非常值得关注。后续如何，火力军会第一时间报道。另外有视频显示，乌军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这等于是提前宣告了俄军12月8日前攻下阿夫迪夫卡的梦想破灭了。甚至北约如果能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弹药、补给，按照俄军现在的人海冲锋打法，继续动员增兵将会遭遇更大损失。在巴赫穆特北翼的战斗依旧集中在比尔奇夫卡地区，有乌克兰前线消息人士报告，俄军在索莱达尔部署了5倍于乌军进攻部队的守军，足见其对乌克兰第92旅的忌惮。在巴赫穆特西战场，双方仍在赫罗莫夫来回拉锯，战斗围绕着赛车场和狗舍方向展开。此外 T0504 公路的重镇伊万尼夫斯克也成了俄军重点的进攻目标。目前该地区主要集中在位于城区赫罗莫夫、伊万尼夫斯克三角之间的巴赫穆特维扬诺夫斯基苗圃一带，其战术地位还是很重要的，因此战斗也比较激烈。在巴赫穆特南翼克里什奇夫卡村，
安德里夫卡、东库久米夫卡一线。总体来说，进攻方的俄军在伤亡了大多数高级将领后，变得不会打仗了，只会一味地采取人海冲锋战术。即便伤亡十分巨大，却依然没能够越过被乌军占领的铁路陆地。可以说，巴赫穆特的局势当下相当稳定。乌军现在基本停止了在南翼的平推，专等俄军进攻，从而大量杀伤对手，消耗其有生力量。最后的第聂伯河前线有消息称，在试图夺回克林基的战斗中，俄第177独立海军陆战团已被迫撤出战斗。不过，俄军一直在试图阻止乌军渡河。如这几天，俄军派出了突击部队攻击江津岛、贝洛格鲁迪岛、涅斯特里加岛、塔扎奇岛、扎比奇岛的阵地，试图影响乌军后勤渡河补给，但没有取得成功。同时，俄军还在从各地调集部队来阻击不断扩大左岸灰色地带。如俄军新任最高指挥杰普林斯基上将，为阻止乌军凶猛的攻势，一边排出2梯队战术打击群阵型，一边从克里米亚调来104空降师，至少1个步兵团的兵力，来填补再次被打残的第810旅。同时，还将第24摩步师的部队增援到奥列什基市的西北部，以此来阻击乌军的渡河部队。该怎么评价第聂伯河战区呢？近2个月，第聂伯河的俄军从最开始一仗天险的不懈，到察觉不妙的警觉，再到被打退的慌乱，如今已步入了固守和调兵阶段。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紧急的撤逃。好了，关于水淹哈马斯地道、以军肃清加沙地带采用的战术，以及乌军在前线战场表现，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